家好。上一期视频呢，我概括的介绍了一下，我们新手钓鱼的时候可以走的捷径，那就是要有针对性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拿那个 Crabby 作为一个例子，来具体介绍一下，Crabby 的几种钓法，然后呢，各种钓法之间的优点和缺点，然后呢，最后我会给大家建议一种最简单、最容易的钓 Crabby 的方法。那么这期视频，因为要跟大家分享很多细节和那个 detail 的东西，所以比平常的视频可能会稍微长一点。我尽量讲的重点和要点的东西。那么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可爱皮的那个捕食方法，它是怎么样来吃它的食物啊？那么通常来讲的话呢，它有两种不同的捕食方法。那么一种呢就是reaction， 就说它这个就是很直接的反应。如果一个小鱼从它上面过去，它会有一种非常快速的攻击性的那种行为，就是追上去来跟着那个小鱼把它吞下去。那这种就是非常快速的进攻性的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慢慢的属于那种偷袭型的，它会躲在某个角落，看到一个那个小鱼或者小虫子在那边慢慢的移动，可能是受了伤，然后它在边上会慢慢的观察一段，接近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以后呢，它会突然再把它咬住了。那么基本上就分成这么两种，一种就是快速的攻击型的，另外一种呢就是慢慢的属于偷袭型的。我把它给它画了一个简单的图表哈。可爱皮的主要的捕食方法，一个就是快速的主动攻击的，一个就是慢慢的藏在那里，就是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偷袭的，这么两种吃的方法。那么可爱皮主要的进食方法呢是这种，是那种慢速那种。快速的呢，只有在春天的时候、夏天的时候、秋天的时候比较多出现，冬天的时候很少主动去攻击食物。那么至于说这种呢，就是我给它盖2颗星哈，在任何时候呢，就是它绝大部分的时间呢，它都用这种捕食方法，它都会躲在某一个角落，看到有 potential 的食物过来，然后它会观察一段时间，看到找到机会以后才去偷袭它的那个食物。所以绝大部分情况呢，它是属于那种偷袭型的。那么知道这种捕食的那个习惯呢，对我们非常重要，因为只有知道了它的那种捕食的习惯，我们才能找到有效的方法来让它们上钩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那个可爱皮的那个鱼饵。钓可爱皮的鱼饵呢，基本上分成2大类，一个就是假饵，一个就是活饵。那么假饵呢，也可以区分成为2种，一种就是软的软虫 plastic， 那种像这种小的 magnet， 还有小的那个假的小鱼，像这种类似的小软虫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这种硬饵 hard bait。那么假饵里边呢，分成这么2种。那么我们先来说说用这种软虫假饵里边的那个 soft plastic 的那种的钓可爱皮的方法的一个特征啊。我在这边画了个小草图。那么假如说你不用浮标，直接把这个扔在水里，然后呢，这个铅锤重量呢会影响它下沉的速度，还有呢，你拉收线的速度呢也会影响它下沉的速度。如果你拉得太快，它可能就到水表面去了。然后你那个鱼竿的角度，如果那个鱼竿垂直朝上的，也就是说这个角度就比较往上一点。如果是这种角度，这样的话，那个铅锤呢也会比较容易往上走。鱼竿的 tip 脑袋往放低一点呢，也就会下沉度就下去沉一点。所以你要 control 这个铅锤和那个假饵的水深呢，就需要一定的经验。你这个东西
很重，它沉得很快，你必须拉的速度很快，它才会上去。如果你太轻的话呢，它可能就浮在表面。所以你要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铅锤的钩子，那个铅锤钩的那个重量，然后呢，你要根据这个重量呢，要控制这个收线的速度，然后呢，就让它沉到你想要让它到达的那个部位。那这个东西呢，有一点点就说 challenge， 就是你需要有一定的经验以后才能做到，就说你知道你这个铅锤现在在水下面的某一个位置。那么这种钓可爱皮的方法呢，基本上是属于快速的那种 reaction 的那种 bite。因为你在水里面，它不可能就静止在某一个位置，它只是在这个上面就 continue 的移动。那么这个可爱皮当看到这个食物的时候呢，它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攻击性的追赶，把它咬住。那这个东西呢，这种钓法呢，比较适合于春秋天的时候才有效。对于这种捕食方法的可爱皮呢，它就不怎么有效，因为你拉的动作很快，这个可爱皮还没有就说来得及观察，你已经走掉了。那么这种钓法的优点呢，也就是说你可以寻找的水域比较广泛，你可以往这边扔，往左边、右边、中间扔了，然后收回来。你可以扫描一下，很快就知道前面鱼情怎么样。那么如果在软虫的上面加一个浮标的话呢，那个情况就不太一样了。加了浮标以后呢，你那个控制的深度就相对比较稳定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稍微动一动那个浮标，动一动那个浮标，那后面那个假饵呢也会跟着你这么一动一动，看上去有点像受了伤的小虫子或者小鱼在那边挣扎，那么也会引起那个可爱皮的注意。所以这一种呢，就是我们针对的那种就是慢慢的偷袭的那种方法捕食的可爱皮。那么这种呢，又是作为可爱皮最主要的那种捕食方法，所以这个方法呢也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。那么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这个是假的塑料的那个 plastic， 所以当那个你在那里动一动，那个可爱皮咬住你的鱼饵的时候呢，它一咬以后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 plastic， 是一个塑料的，它有的时候会把它吐出来，所以它嘴巴的时间呢，就是咬进去一看味道不对，它就把它吐掉了。所以这种假饵的话呢，如果用这种方法的话呢，你要抓住那个 set a hook 的那个 timing， 就是它怕咬住了以后 before 它把它吐掉以前呢，你就把它钩子得把它 set。那我们再来讲讲那个 hard 硬的那个饵，硬的假饵呢，就像这种刚才那个 crankbait， 像这种或是这种，那这种的那个工作原理呢，跟这种几乎是非常接近，但是它的特点呢，就是它的重量可以有比较重，可以有甚至到1/4。像这种铅锤呢，一般都很小很小小颗粒的，如果你太重的话，它很快就沉下去了。但这一种呢，它可以做的比较重，因为它会 vibration 呢会增加那个它在水上的阻力，所以你拉它的时候呢，它还可以 keep 比较慢的速度，但是它本身又比较重。那么重的一个好处呢，就是说你可以扔得非常远，你的空间就会扩大很多。那么basically， 那这种假饵呢，如果用这种方法硬饵来钓可爱皮的话呢，那我们只能钓那种快速的进攻性的那种捕食方法的可爱皮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用假饵钓的话，用软虫的话呢，两种都 possible， 但是你用硬饵的话呢，只能一种快速 reaction 的那种 bite。可以 catch 那个 crab。 那么这种硬饵的话呢，它同样有那些控制深度的问题，
所以这个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，就是要求比较高一点。我们再来讲讲活饵。那么可爱皮通过慢慢的观察，然后突然偷袭它的食物，突然袭击，那是它的一种主要的捕食行为。那么活饵呢，又是针对这种捕食行为，让它来上钩的一种最简单的方法，而且一年四季都适用。我们知道它这种方法是一年四季的捕食行为。那么活饵呢有2大优点。那第一个优点，既然是活饵，它在钩子上它自己会动，它会在那个水下面自己在那里挣扎，在那里游来游去，所以它自动会吸引周围的可爱皮的注意。可爱皮在附近的水域突然看到一条水在波动，有一点 vibration， 它会过来观察一下，什么东西 what's happened， 然后看到有一条小鱼在那里挣扎，它会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，然后突然发动攻击。所以小鱼它会自动的 work out 的为你，所以你不需要抖动你的鱼竿。如果你是个假饵，上面一个浮标，那你得 keep 那个假饵动一动停一停，动一动停一停。那个死的你要把它变成活的，那这个本来就是活的，所以不需要这些动作。这是它的第一个最大的优点。那么第二个最大的优点，第二个大优点呢，就是如果可爱皮咬住了那个活饵的话呢，它不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，它会把那个假饵吐出来，它觉得味道不对。如果可爱皮咬住了那个活饵，小活饵在它嘴里一动，它会咬得更紧一点，它不会轻易把它放掉。所以你收那个 set up hook， 你拉线收线的那个时间呢，就变得不是非常重要。往往很多时候，那个可爱皮会拖着你的鱼竿走，它自己就把它 set hook 了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那个活饵的钓组。活饵的钓组呢，你的那个最终要达到的这个效果呢，就是希望给那条小鱼，最大限度的那个自由度，让它能够比较轻松自如的在那个水里边活动。这样的话，它可以吸引别的鱼过来，你不希望它那个有很多的那个约束。那么通常呢，有2种最普通的那个方法，一个呢就是这种方法，把那个一个 spray 就一个小铅锤夹在那个线的当中，那么这个距离呢差不多是6到8寸左右，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的间距6到8寸左右，下面呢加一个细钢丝的那种钩子。为什么要细呢？细的话，那个穿过那个小鱼的时候呢，它的小鱼身上的那个 injury 那个受伤的呢不是非常严重，因为很细嘛，所以它可以保存的时间比较长一点。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一个线直接绑在一个这种铅头钩上面，像这种钩子，可能看得清楚，像这种钩子，我们看一下哈，像这种钩子。那这个钩子它直接绑在那个线上面，直接挂那个鱼钩。那这2种方法呢，我都用过，都能上鱼，但我更喜欢这种方法。我们刚才讲了，就是哪个给予更多的自由度，哪个就更好。那么这个显而易见，就更容易给予一些自由度。这个小鱼像扛了个大背包，因为这个铅和那个钩在一起，所以它要移动的话，必须背着这个大背包在那里动，所以它的那个 movement， 它的活动的那个阻力呢，就相对比较大一点。像这个呢，铅锤在上面，它在下面也可以有一种摇摆的幅度，所以也是可以有很多自由度，对，相对来说。那么这个线呢，我一般喜欢用4到6磅的线来钓 crabby， 冬天的时候甚至用到2磅的线。那么，这个用细线的目的，也就是为了减少它那个阻力，让它那个小鱼呢能够自由的，相对来说能够那个行动的比较方便。
尤其是那个鱼已经半死不活了，如果你那个线很粗的话，铅锤钩子这么一挂在它身上，它几乎就是不动了。那个时候就是没有达到那个活鱼的那个效果。那么显而易见的，这个活饵的这种钓可爱皮的方法呢，也是针对这种慢慢观察然后突然袭击的那种可爱皮的捕食方法。所以这种方法一年四季那个都可以运用。所以钓可爱皮如果用 minnow 的话呢，任何时间都可以。那么刚才我们讲了那个活饵钓组的关键点，就是要给小鱼那个 minnow 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度。那么我这边要再强调另外一个小小的细节，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。其实好多事情的成败就在取决于那个细小的细节上面，那就是线绑钩子的方法。一般通常我们绑钩子都把结打在那个钩子那个环上面，一个死结在上面，所以这个钩子和那个线那个连接基本上是 solid， 基本上是就是刚性的。那么另外一种连接方法呢，叫 loop knot， 就是你在那个钩子上面做一个环，钩子呢就穿在上面。那相对来说，这个钩子可以在环里面呢来回走，就是相对活动的幅度就比较自在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又会给鱼更加多的一些自由度。那么今天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这种钩子的怎么个打法。其实我们在网上 search 那个 loop knots 都可以找得到这种 information 啊。那么今天我在这边也正好有个绳子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钩子怎么打。我们假定这个是一条鱼线，这个是我们鱼钩。我们先拿那个鱼线上呢打一个结，打一个这样的结，稍微打大一点啊，可以看得清楚一点。打一个这么个结。假如说这是鱼钩上那个环，这下面是个鱼钩，我们把这个鱼线呢从这钩这边穿过去，穿过去以后呢，再从这个刚刚打的那个结的地方呢穿过去。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哈？从这穿回来，穿过去之后呢，把这个线呢绕着这个主线呢绕这么几圈，3到4圈、5圈都可以。如果线粗的话少几圈，细的话可以多几圈。完了以后呢，再从这个刚才那个孔里边呢，再把它钻回去，穿回去，穿回去以后再拉紧。这个时候你拉紧了以后呢，这个结就打在这个上面了。你再把这个多余把它剪掉，那么这个鱼钩子和你的鱼线之间呢，相对是自由的。那这个时候你那个鱼线在上面，这鱼钩子在上面，这个鱼只要 carry 这鱼钩的重量就可以了。在这上面它基本上还是更加 free 一点。那么相对那种直接打在那个鱼钩子上那个结呢，那这个东西呢就会刚才我讲的就是更多的自由度给这些小活鱼。我觉得这个呢也 make 一点 difference。那么我顺便也提一下关于那个浮漂的事情。这个浮漂就是，我们如果在岸边的钓，你要把它扔得比较远一点，我们可以用一个浮标，上面带了铅锤的那种浮标，所以那个浮标呢相对来说它自重比较大，我们可以扔得比较远一点。如果在那个 kayak 或者小船上用那个活饵钓呢，我一般的是不用浮标，就直接从那个船边上就垂直下去了。我的经验是，如果你那个小船或者小 kayak， 你的那个移动的不是非常的猛烈的话，可爱皮好像不太在乎上面有一个小船或者没有小船，所以这个是也许个人的习惯了，我是这么做的。好，今天谈了很多那个细节上的事情啊，怎么钓可爱皮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方法，各种的优缺点。那么我个人感觉，钓可爱皮最容易、最简单的方法呢，还是活饵，而且它一年四季的还都可以钓。那么用活饵呢，也有一些
也有一些问题。那些活饵呢，相对来说没有像带一个假饵那么简单。我带个硬饵，就是一根鱼竿，走到哪水到哪。活饵我还要带着水，要 keep it alive。那么你要抓 minnow 的话呢，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轻松的能抓得到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回头看看，我其中有一个视频就讲如何抓那个 minnow。如果你当地找不到 minnow 呢，你可以去那个一般的鱼饵商店里边呢，它都应该会有卖那个，而且也不是很贵，好像6、7块钱给你这么一堆那个小 minnow。那么目前是刚刚5月初，那个可爱皮那个产卵季节呢，应该还没有过，所以绝大部分的可爱皮还都在浅水区域，所以我们想要学钓可爱皮的朋友还是有机会，去试一下。好，今天就暂时就讲那么多，希望能够给那些想要钓可爱皮的朋友一些参考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别忘了点赞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或者呢就转发给你的朋友。好，我们下次视频再见。